11月20日，中共国防部一则关于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应邀访俄的百字简讯，在1周后成了北京政坛最诡异的黑洞。与俄方高规格红毯，再加上检阅仪仗队的欢迎仪式，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，中共官媒新华社、央视、人民日报等全线紧声，没有返程消息，没有会谈细节，没有公开画面，甚至连以往必备的已返回北京的字句都完全消失。而李强访俄的消息是在第2天就登上了央媒的头条，而张又侠的名字则已在所有的官媒上消失了整整9天了。更吊诡的是，俄方在高规格接待后也再没有任何的后续信息，而军方的网站中张又侠相关的页面一度出现了404的反常情况，令外界揣测更添一层迷雾。这所有的线索摆在一起，就像是一部政治悬疑大片的第1幕，逼人发问：张又侠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这场反常的集体失声是巧合，还是中南海的权力版图正在悄悄地改写呢？提醒大家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会持续跟踪重大新闻。等下一次张又侠露面，我们会第一时间告诉您。观众朋友好，这里是大师局，我是唐韵。从国防部在11月20日发布张又侠出访俄罗斯的消息之后，到现在已经都过去9天了，所有的官媒是全部紧声，包括军方的媒体。按理说呢，这种层级的对外军事互动，后面应该接连跟上一整套媒体报道的流程，会谈的照片啦、简短的画面，还有外交部或国防部的例行说明、双方联合声明之类的，最后再圆满结束访问，返回北京，为这趟访问画上一个规矩的句号。然而这一次在那则简讯之后，一切戛然而止，像是有人在时间轴上突然按下了暂停键。最直接也是最刺眼的异常，就是后续信息的全面缺席。从11月20号之后，新华社、人民日报、央视等中共官媒没有发布任何关于张又侠的消息，没有一张会谈现场的工作照，没有任何关于会晤的内容的具体补充，也没有一句顺利结束行程返回国内的例行交代。不止如此，就连中共军网上关于张又侠访俄的简讯也是一度被404了，只是后来又恢复了正常。更让人觉得诡异的是，这种空白不止发生在北京这一方。根据目前能够查到的公开信息，俄国这一方在为张又侠举行了欢迎仪式、安排检阅仪仗队之后，也再没有发布后续的会谈内容、联合声明或更多画面。这对于一场由国防部长亲自出面接待、俄罗斯总统亲自会见、摆出红毯和军乐队规格的会晤而言，这样的前有仪式后无细节本身就显得是异乎寻常。中俄这两边在同一个节点上选择了同样的沉默，这就让这趟访问更像是一个被关上的黑盒子。如果将军队高层遭到整肃的大背景下来看，对于一个极度依赖稳定画面、维持外界观感的政权来说，这种突然放弃叙事的做法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新的信号。朋友们，接下来我们插播一个对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的消息，那就是今天是黑五，全民购物狂欢节。我们大师局也为大家提供了最好的优惠产品，这就是我们一直在推荐的韩国济州岛红海参修复饮。我们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这个产品，因为这个产品是用当地海女亲自下海采摘到的珍稀红海参做成的，成分90%是深海野生红海参，还有10%的韩国名贵红参，还有纯天然的蓝莓原液，做成果冻口感，完全没有腥味儿，小孩大人都喜欢的产品，特别是适合圣诞、新年送家人和朋友。从效果上说，它真的能够帮助细胞修复、降低发炎、提升免疫力。年轻人如果熬夜后吃一条，皮肤不容易爆痘。还有一位朋友经常口腔溃疡，试吃了这个红海参修复凝胶后，修复的真的很快，第2天就差不多好了。
这些都是小炎症。还有一些用户反馈，吃了之后像痛风这样的问题发作的频率都明显下降，血糖也恢复正常，失眠减轻了等等。有位姓宋的大姐，她自己吃了后觉得很好，成了这个产品铁杆的回头客。在黑五期间购买，除了享受85折优惠，在美国地区购买的朋友还能额外享受到免费赠送的参黄人参产品，购物满$450就会送参黄9蒸蜜参片1小盒。这个蜜参片软糯好吃，非常好，多买多送。购物满$1000就会赠送参黄9蒸蜜参片2小盒，还有9蒸蜜黑参1整根。这个活动是12月1日就结束，请大家趁活动赶快购买，记得一定要输入我们的优惠码大食局，这样您就可以拿到一个优惠了。购买链接我们就放在节目下方的描述栏，您的购买是对我们节目最有力的支持。如果把11月这次失踪式访俄放到时间线上去看，我们可以发现张幼霞在中共叙事中的位置并不是突然出现异常，而是从2024年开始就一步步走向这种不正常。在2023年以前，张幼霞的一切对外活动是完全符合对军委副主席报道的标准模板。比如2017年12月，他赴俄罗斯与普京会面；2019年9月，在莫斯科与俄国防部长绍伊古举行会谈；2023年10月8日再度访俄，同时也见了普京与绍伊古。这3次访问，新华社都是在会谈次日就发布报道，详述会谈内容，配发图片，版面语气都很正常，没有任何延迟、降调或者是刻意模糊。而真正转折出现在2024年。旅美时评人雷哥指出，从2024年3中全会之后，官媒对张幼霞的报道就开始不正常了，不是完全消失，而是出现了2个特征：一是重大军事外交场景中，张幼霞的位置和镜头明显被压到后排；二是涉及她与外方接触的消息，不是被延后发布，就是在叙事上重新改写。其中一个关键节点就是2024年8月29日，当天呢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访问中国。按惯例，这类会晤通常只报道沙利文与中共最高领导人见面情况。然而，这一次在见完习近平之后，沙利文还指明要求见张幼霞。这一细节被外媒披露后，引发舆论关注。对外界而言，这等于是美国把张幼霞视作必须单独沟通的对象，而不是军委副主席的例行接待。而中共的媒体对此没有任何报道，仿佛这事儿就跟没发生一样。另外一个更突出的转折点呢，出现在2024年10月22到24日，张幼霞是以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身份访问越南。越南方面是给了他相当高的礼遇，越共总书记苏林亲自接见，越南新任国家主席梁强亲自会见，国防部长潘文江与他会谈，接待规格并不低于以往中越军事高层往来。越南官方媒体越通社的报道当中，清楚地记录了双方谈话的内容。梁强在会见中提到了习近平的名字，但张幼霞在回应时并没有接这个话题，只是表示对首次以中央军委副主席身份访越感到高兴，祝贺梁强出任国家主席。随后谈的是两军关系与合作安排。在与国防部长潘文江的会谈中，也是同样的情况。越通社稿件当中，张幼霞全程没有提到习近平的名字。中共官媒一开始的时候也没有报道张幼霞访越的消息，但是在越南媒体报道发酵后，中共官媒才急匆匆地补发了一条。但是呢，中共官媒的报道和越南的叙事出现了明显的差异。相比越南的原始版本，中共官媒硬生生地加上了一句极为熟悉的套话：张幼霞首先转达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对苏林的问候。也就是说，在实际行动中根本不存在的转达问候，在北京的宣传口中被补上了。而且中共媒体对张幼霞的活动也进行了阉割，对双方签署的文件是只字不提。
这种两份稿件两个世界的处理方式，本身已经构成了一种讯号。在对外真实互动中，张幼霞开始不提习，但在对内的宣传叙事里，宣传口仍然努力维持一切照旧的形象，而不惜透过文字加工，让它看起来仍然是替习转达问候的军中代表。这种落差并非停留在技术层面。雷哥就认为，从2024年开始，官媒对张幼霞的报道变调，正是因为习近平与张幼霞之间的关系已经出现了裂痕，而宣传口又依然掌握在习和蔡奇手中。于是一方面是实际互动中不再以习为中心，另一方面是媒体文本里继续把一切都绑在习身上。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在越南报道事件上被放大。在中共体制外，类似的解读和爆料也开始浮现。根据一个网名叫墙内普通人的说法，张幼霞之所以在对外军事外交上仍频繁出现，是因为她已不再只是习的将军，而是得到胡锦涛、温家宝等老人党的授意，代表新的权力组合处理中俄关系与军事合作。甚至有爆料版本还具体勾勒出一套新的权力分工：汪洋掌党务，刘源管军务，胡春华接手政务，张生民掌握军中之刀，刘振立掌握军中之枪，而张幼霞则在这个格局中扮演对外军事窗口。另一边，前文汇报的大连记者姜维平在评论中直言，习近平的权力形同虚设，真正掌权的已经是胡锦涛、温家宝与汪洋一类的老人。在这种说法中，习早已丧失军权，由张幼霞实际主掌，胡温扮演控局者。与此同时呢，时评人周晓辉在分析张幼霞这次赴俄的军方报道时，也注意到了一个细节。军方稿件中不再提习近平或两国元首，只以泛泛之词描述了双方就军事合作、地区局势进行了深入交换意见，而没有像过去那样把一切合作都挂在两国元首共识、习近平与普京战略指引之下。周晓辉据此认为，习的位置早已发生了变化，张此行的真正目的是为中共政权续命，拖住中俄军事合作的底线。这些观点与爆料是真是假，各有争议，但有一点我们可以确认，从2023年那次正常的莫斯科之行，到2024年越南访问时出现的张不提习、官媒补习，再到2025年11月这趟访俄之后的全线晋升，张幼霞在中共叙事中的角色确实是一步步发生了位移。而正是这一连串的铺垫，让11月20日那则看似普通的国防部简讯，在9天的沉默之后，变成了一个无法忽视的问号。这一次，他还会像越南一样晚一点补报道，还是连补报的机会都没了？这一次，官媒还会替他补上那句转达习近平问候，还是干脆让他在文本中消失呢？答案暂时没有，但时间线已经摆在那里，从正常到变调，再到晋升，这条曲线本身就是一则比任何评论都更具说服力的信号。如果把张幼霞这一次访俄放回过往10年中共军事外交的惯常节奏，这9天的断讯呢，就呈现出罕见的反常痕迹。第一个异常就是我们刚刚分析的中共官媒的全面静默。第二个异常是张幼霞受到的超高规格接待。根据国防部网站消息，会谈前，俄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为张幼霞访俄举行欢迎仪式，并陪同检阅仪仗队。反观李强11月18日访问俄罗斯，既没有红毯也没有仪仗队欢迎仪式，这和张幼霞对比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呀。第三个异常，张幼霞是应邀访问俄罗斯。雷哥指出，李强前脚刚走，张幼霞就到了俄罗斯访问，有什么事是李强谈不了的，要请张幼霞去呢？唯一的解释是李强管不了军事。
雷格表示，国防部发的消息是双方围绕两国两军关系、国际地区形势，还有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，以及深化务实合作。所以，官方合作的事一定要张又侠去谈和拍板。他们知道现在张又侠和习近平不对付，李强是习近平的人，所以李强不管用。3个异常加在一起，就构成了一条奇怪又不完整的轨迹。俄方给足面子，中方给出消息起点，然后双方一同保持沉默。官媒没有画面，俄方没有照片，军方没有返程通告，整个事件像是被封装在一个只有入口没有出口的密室里。那张又侠现在到底身在何处？返京后是否露面？官媒是否会重新恢复他的曝光度？这些都成了判读北京政局的关键线索。因为在军委连环落马、党内派系重整、对外局势剧烈震荡的背景下，任何握有军权的关键人物出现异常，都不可能是孤立事件，它更可能标志着中共权力版图正在形成新的断层。张又侠的下一次露面，或者持续不露面，都将成为判读中共政局走向的关键信号。是虚惊一场，是势力交替的前奏，还是另一场无法公开的内部角力？真正的答案多半已经在中南海的阴影深处悄悄解开，只是外界尚未得知。这里是大师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让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